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考古学家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化石，皱着眉头说，无这一层沉积岩是人类灭绝的证据。听起来像电影情节，但这或许正在悄悄发生。地球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反复重启的灾难片，它活了46亿年，5次大灭绝，场场震撼。恐龙就是在第5次里光荣领便当的。小行星一撞，66%物种说拜拜。但你知道吗？很多科学家现在说，第6次大灭绝已经开演了，而这次的主角不是火山，不是陨石，而是我们人类。这不是恐吓，也不是科幻。我们来看看数字，地球上曾经有无数种生物，据估计大约有80%的物种，我们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知道，就已经灭绝了。根据联合国的报告，现在地球上大约有100万种生物正处于濒危边缘，灭绝速度是自然灭绝率的数百倍，甚至上千倍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祖先从用石头打猎那天开始，命运的齿轮就动了。但真正的转捩点是200年前的工业革命。从那时起，我们烧煤、挖油、砍树，像拆盲盒一样打开地球的一层层资源。城市膨胀，塑胶泛滥，气候变暖，生态崩坏。我们一边盖高楼，一边拆掉其他生物的家。想象一下，一只生活在热带雨林里的青蛙，昨天还在树叶上唱歌，今天就发现整片森林变成停车场。这不只是可怜的青蛙而已，蜜蜂消失，珊瑚白化，雨林消退，鱼类过捕。这些物种的消失像骨牌一样，一个推倒一个，直到我们自己的生存也岌岌可危。因为生物多样性不只是看起来热闹，它是整个地球系统的免疫系统。当它崩溃，我们就像免疫力低下的病人，一场小感冒都可能致命。而这一次的灭绝不是咻一下爆炸结束，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慢性自杀。我们开心地追求经济成长，科技发展，吃到饱，买1送1，却没发现脚下的地板已经开始崩裂。人类不是站在舞台上的观众，我们是那颗正在转动的齿轮，甚至是手握控制杆的操作员。但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吗？这不是一部预言的末日电影，还没写完，结局仍然开放。人类有一样东西是其他生物没有的，我们会思考，会反省，会做出选择。当然，我们也会拖延、争吵、装睡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当人类真的下定决心，改变可以快得惊人。臭氧层危机就是例子，我们曾经搞砸它，后来却联合起来补救，现在它正在慢慢愈合。所以第6次大灭绝的故事还没写到最后一页。也许有朝一日，未来的孩子翻着历史书，会读到这样一句话：21世纪初，人类几乎走向自我灭绝，但他们醒悟了，开始守护这个蓝色星球。我们不能确定未来会怎样，但至少现在这一秒，我们还有选择。所以啊，别把拯救地球当成什么英雄壮举。地球早在恐龙之前就存在，也会在我们之后继续转。我们真正要拯救的是自己的未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